好，来看看，今天是给大伙儿来一个传说中的《X 战警2之克隆战争》啊。这个游戏呢，跟大家伙儿讲一下啊，这个游戏呢其实挺逗的啊。它是来自于 MD 平台的，前期一上来呢，咱们就是直接进入剧情，然后是金刚狼。很多人说为什么是金刚狼啊？这里面呢，它的选人是通过方向来选的，就是说，上来理论上来讲是随机给你一个人，但其实不是，你可以通过方向键来选一下他初始的英雄，这只是一个入门关啊。什么叫入门关呢？大概的意思就是只是一个试玩的阶段，一会儿才会有标题和字幕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弹幕啊。你看一进来之后，首先给你一个 Sega 漫威，这个游戏来自于我们的 MD 世嘉平台，然后以X战警啊 X 战警的这个漫威的这个版权，然后做的一个游戏，它是第二部。第一部呢我还没解说过啊，然后咱们开始用什么呢？直接就是一手这个夜行者。这个游戏的背景呢是来自于一个叫方阵的一个组织啊，他愿意抓这个什么，他就是想要毁灭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这个变种人啊，毁灭人类，想要把这些人类全同化。有很多变种人呢已经被这个洗脑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方阵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复制了这个变种人的能力，然后呢来当做这个 BOSS。这里面呢剧情呢是有这么几个人啊，就是咱们这些主角，比如说金刚狼啊，还有那个野兽啊，野兽就是那个蓝人，再加上这个夜行者，就是可以瞬间移动的这个小伙子啊。然后这小子呢，他的技能大家可以瞬间移动，可以穿墙。很多人看过 X 战警就知道，咱们现在呢是做什么任务呢？是要把这个全场景的这个炸弹什么的啊，全抠了啊，先给它抠了。方阵啊，不是方正啊，方阵。然后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就可以过图。有的时候打这个 BOSS 啊，也有一些很多人看过的一些反派角色，但是他们都是被这个方阵啊给这个控制了啊，然后要不然就是给复制的。比如说这里面的万磁王，在这个版本当中啊，万磁王前期是跟咱们合作的，就万磁王按理说都是这个 X 战警的这个老对头。当然大伙儿都知道这个人物啊现在也是亦正亦邪。什么叫亦正亦邪呢？虽然说他呢对人类没什么好印象，但如果碰见有人要毁灭变种人的时候，他还是要站出来啊，他还是要站出来维护变种人利益的。所以说他跟这个万磁王啊还是有这个暂时性的合作。这里面有很多这个人啊，就是这个游戏呢做的还是挺精品的。然后为什么要这个做 TAS 的呢？因为这个游戏没有几个人会玩啊，小狼也是没玩过。好了，你看这个装置也是给打爆了。打爆装置之后呢，咱们才能过图啊。然后选这个速度非常快，一直在跳。大多数的时候咱们是要操作这个人的啊，因为这个人呢是速度比较快，还可以穿墙啊。有个别的时候呢是要用上金刚狼。金刚狼的能力是什么呢？它就是可以在残血的时候可以自动回血，也是非常符合他的人设啊。还有像什么镭射眼呐啊，像什么野兽啊，都有自己独特的技能，但是用处不是很大啊。说实话就这个意思啊。好，看看。其实大家伙知道操纵宇宙4大神力的人啊，这个万磁王，还有个叫万力王的啊，就是万有引力之王的。就是大家伙就是电影里面都弱化了，你没法把这个人反派写的那么厉害，生他以后那个没法再拍了，是不是？但事实上是这样式的，就是说这个你像控制这个宇宙4大基础力的这个，他的能力很变态。很多人都以为万磁王只会吸铁、吸金属，其实他是控制地球的磁场啊。好了，看看。一直在飘，我是比较喜欢这个漫威和 DC 漫画，也是比较关注这些这个故事的。然后呢，也是在 B 站关注那个 UP 主叫什么叫努力的 Lori 是吧啊？当然呢，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像电影、漫画还有动画啊，还有游戏里面不一样。它按理说呢，这4个都得有编剧是吧？你就比如说漫画呢，就是作者就是编剧是吧？电影呢要有编剧，电视剧要有编剧。啊，包括这个衍生出来的原创剧也要编，你必须要符合它这个背景人设，对吧？像这种东西，当然这个X战警的动画片呢，很多人可能因为太多了啊，就是你看都看不完啊，就是那个什么刘山姆啊，那个人叫刘山姆啊拍的，好看看，当然这些好，我们看这感觉有点像太空基地的感觉哈。啊，一会儿咱们是要踩这个 BOSS 了，有好多这个复制人啊，他这比如说叫克隆人。那如果说咱们第一印象呢不叫克隆人啊，比如说有分子人，还有分裂人，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像那个女的，就是可以变装是吧？然后用它来操控那个哨兵，这里面哨兵也是反派啊，就当然呢也是，他是这个童话哨兵的话呢，理论上来讲应该不算是
他是有变种人能力的机器人。但是事实上，漫画里的这个哨兵啊是非常厉害的，它不像电影里面那个，就包括就是电影里面那个逆转未来里面那个哨兵，其实也没那么厉害啊，就是也是面啊。那只要他们就是强行把那个英雄给削了，如果不削的话啊，那厉害的要死的啊。好，看看，当然还有一个哨兵，不是那个，有2个哨兵，一个是哨兵机器人，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是超级哨兵。那个哨兵呢？就是非常变态了啊，那就属于 S 级别英雄了啊，他基本上就属于这个超级英雄当中的最高战力之一啊，而且好像有一个这个宇宙级的那个叫什么双头绿巨人，还不是什么，还跟他打了个平手，还不是啥的啊。哨兵的这个人设也有很多啊，在不同宇宙呢有不同的故事啊。这个反正你这个游戏啊，就是不是这个游戏，这个漫画呢，你想整明白啊，它没有唯一的，它没有唯一。就好比咱们看那个《三国演义》，对吧？《三国演义》里面讲这个人是啥样是啥样，《三国志》里面是啥样的，《世说新语》什么样的啊，对吧？还有这个有的时候你没办法，你像那个新编三国。他把这个貂蝉跟吕布还走了啊，嫁给吕布了之后呢，还跟吕布一起这个被曹操打败，怎么样的是吧？啊，这个不一样啊，故事里面都随便改。这个地方大家伙看着像不像有一个剧情，就是有一个游戏叫忍者蛙，有点像忍者蛙啊，就往下跳，然后呢还要躲着那个激光啊，躲着激光。好，是跟绿商吗？不是，是绿商那个，还是说？这个绿巨人有很多形态，我记得有那个什么，那不叫双头，是叫4个胳膊、四个手的那个绿巨人吗？还是啥的啊？然后刚才有哥们说，你看这不是你们没发现吗？啊，所有人的这个长相都给人一种感觉叫什么？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万磁王的长相，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啊，都是这个装扮。而且但凡有那个博士在场，你就可以发现一件事，只要有博士。那你没办法呀，只要有博士，你就必须得戴头盔呀，不戴头盔死老惨了啊！精神力之王，对不对？红色的最猛，有很多版本的绿巨人啊。绿巨人呢，这个很多人说绿巨人到底说为什么说那么面啊？虽然说照这个灭霸肯定说灭霸说对吧，也在某个漫画里面还把那个绿巨人当宠物玩，但是绿巨人也太弱了，直接就被人秒了。什么的啊？这个电影版确实，我感觉绿巨人为什么被削？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因为绿巨人的版权呢不在这个漫威影业里面啊。他虽然说可以借过来用，但是不能以他为主角来拍电影，所以说强行的削啊，没办法啊，这个东西，你像那个伽马炸弹这么牛逼的东西，他不削他确实也是有点盖住别人的这个牛逼之处了，知道吧？啊，谁的主场谁厉害是吗？也是。但就是漫威里面就是不说漫威啊，所有的这个漫画也好，还是剧情也好，这个人啊，一旦是 BOSS 就会非常厉害，一旦 BOSS 洗白了就会非常的面，甚至还会死，对吧？这个人物如果要是洗白了就弱很多，如果要是黑化了就强3倍，只要这个人黑化了就会非常的猛啊，甭管这人以前多弱啊，只要黑化了就猛啊，就是赖啊。好，看看，好，这是一个。这感觉有点像什么啊？旱地神牛，牛头人酋长。这是打死之后呢，直接跳图了啊，直接跳图了。这个游戏咱们最快的通关速度是，它是23分钟就通关了啊。当然片尾最后还是给你讲这个故事，大多是用这个夜行者来打。灭霸没有手套也很厉害的，是可以理解。后来这个在漫画当中，灭霸不是还有那个宇宙之心啊？如果有宇宙之心的啊，据说连那个什么啊。就是那些观察者他都让他给搞了啊，是非常厉害的啊。DC 宇宙战力崩了，不是超人他必须得削呀。有的时候你拍电影，超人因为你像什么白银超人、黄金超人什么的啊，五维超人这些超人太猛了，你没法拍了，你反派没法玩了啊，强行给削了才行，要不然就让正义联盟内讧，要不然就是什么穿越。啊，或者说是那个平行宇宙，你只能这么搞啊，没法搞的。好，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特殊能力啊，相当的狠啊，就是穿透。在这个电影里面研究这个夜行者也是一样的。这个当然呢，这个人物当中，咱们看那个金刚狼里面不还有这个红魔鬼，也是有一样的能力啊。
正义联盟战斗力100，超人占99，我可以理解。但是就是这么说吧啊，在漫画当中，这个老爷也就是蝙蝠侠啊，这个蝙蝠侠这个人嘛，我只能这么跟你说啊，就是你只要给我充分的准备时间，我管你是谁，我照样搞死你啊！只要给我充分的准备时间啊，让我研究一下怎么搞你。超人是吧啊，照样给你整死啊，就是赖，你别给我扯啊！蓝魔鬼是红魔鬼跟魔形女的孩子，那就是你看这同样就不是一个宇宙啊，它不是一个那个宇宙。比如说地球的话，应该是主宇宙应该是616是吧啊？616主宇宙，它这个宇宙还有编号。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学上来讲啊，就是按照逻辑学上来讲呢，这个既然有平行宇宙的话，那平行宇宙也是无限个的啊，它也肯定是无限个的，一定是麻花个啊，不可能说是单一个的。好了，这个还有一点这种3D 的这种特效的效果。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游戏有点像忍者吧，因为它很多地方呢不是为了让你打 BOSS， 是为了有一些机关啊，它有一些这种机关，然后呢让你这个去躲啊，去躲这些东西。啊，人闪爆眼，金刚狼这个形象啊，很多人看着感觉好像就是跟这个咱们传统的那个电影里的金刚狼不一样。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经典的角色啊，就是越拍越火。严格来讲，《X 战警》里面的就主角，咱不说博士或者是反派的那个万磁王，主角应该是谁啊？应该是镭射眼才对，对吧？啊，但是就是咱不知道，就电影也好还是怎么也好，都是以这个什么呢？以这个金刚狼为主角，就哪怕就是大伙一起来拍《X 战警》，金刚狼也是主体人物。没办法啊，演员好。啊，再加上这个就是定性了啊，就定性了，就包括你像那个什么那个复仇者联盟本身，其实这个钢铁侠啊，应该是2线，漫画里面是2线的这个主角啊，他不是超级主角，美国队长啊什么这些人才是啊，就他是2线主角。后来呢，因为这个版权问题，然后对吧，开启这个 MCU 宇宙啊，最后呢是钢铁侠独挑大梁，再加上钢铁侠主要就是这个演员选的实在太好了啊。没办法，演的太传神了，这就一下就变成 S 级别主角，主要以他为主角，甚至那个当时那个这个漫画的这个作者叫什么，老客串那个叫斯坦李是不是啊？还不是什么的，他不就是说嘛，他说钢铁侠这个罗伯特汤尼就是钢铁侠啊，就是他心目当中完美的钢铁侠，太屌了啊！金刚狼属性好，金刚狼我没法说啊，确实火。还有就是你像那个，如果说复联里面，其实如果人气最高的人，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谁？应该是就无论是复联里面，还是说就是单体人物来讲，都应该是蜘蛛侠的人气是最高的吧？应该是没有之一的，是不是啊？但是呢，版权不在这儿。然后又听说那个4个蜘蛛侠可以同框，那就非常屌了啊！3代蜘蛛侠可以同框的话。我就当时看那个蜘蛛侠那个平行宇宙，是那个动画片啊，有动画片那种感觉，是不是啊？就那个动画片里面还有，甚至还有那什么各种各样的蝙蝠侠，还有那种2次元的，就是狗什么的，特别狠啊！好，这夜行者啊是狠啊，他这个速度是真的快。所以说天下武功对吧？这个无坚不破，唯快不破，速通就是要快，对吧？必须要速通。地图非常大啊，是朝上跑的地图，很凶。然后你看这个门都是隐藏起来的，我去。好，看看金刚狼的话，漫画里的金刚狼，你长得就是好。我们看看，这是选择野兽了啊。就是跟他干，这里面有点像大家伙看没看过那个圣灵传说？哎，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伙解说那个圣灵传说。圣灵传说呢也是这种啊，每个人英雄都有自己独特的技能，比如说啊这个可以勉强反跳的那个主角，还有龙可以飞啊，还有那个小耗子可以那个勉强跑，然后钻着那个地洞，还有就是刚才这个，他妈声音别那么大好不好啊？金刚狼。我感觉金刚狼这个有那个艾德曼金属之后吧，他金刚狼这个人就是被这个万磁王血克呀，对不对？万磁王就生克金刚狼啊，就是你没有爪子还好点，有了爪子，操，有了爪子生被克，玩个屁喽，对不对？
蜘蛛侠的那个死对头，那个神秘客不也是吗？这个电影里面神秘客是那个那个钢铁侠的那个钢铁侠嗝了之后，不是那个神秘客作为他之前的那个合作伙伴和这个对吧？就是设计的这个东西叫神秘客啊。邪恶6人组，每一个人都很厉害，但是合在一起，这帮人智商就低，你知道吗？就你没发现啊，超级英雄牛逼在哪儿呢？他不仅是有独特的技能，比如说像什么蜘蛛感应啊，蝙蝠侠超强的智力跟财富啊，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妈的，操，这些反派智商堪忧，真的啊。好，这个地方像不像合金弹头里面那个外星人母体那个感觉？有点像哈，外星人母体的感觉。金刚狼的回复能力啊，这个它是作为10号武器的，但是回复能力呢，照这个死侍还是差很多。其实我个人觉得啊，真正讨喜的是死侍。金刚狼也有独立的这个 PC 游戏，死侍也有，我还玩过。金刚狼那个我也玩过啊，但死侍那个游戏特别有意思，就是死侍这个演员呢，他演的也挺多，大家伙儿知道吧？那个演员也挺有意思的啊。好，我们看看。然后他好像演过那个绿箭侠是吧？在那个死侍2里面，他其实他穿越到另外一个平行宇宙。死侍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知道自己是漫画里的人物啊，就是他在漫画里知道自己是漫画里的人物，而且呢还非常的话痨。这个漫画里面喜欢话痨的人有很多啊，比如说像这个死侍，还有蜘蛛侠，都是话痨啊。绿灯侠，对，绿灯侠，绿不是绿箭啊，绿灯侠，绿灯侠和绿箭侠老整错啊，不一样的啊，而且甚至还不是一个公司的。其实如果要是看商业，现在就得看漫威。你看那个神奇女侠2啊，1还不错，2呢我给他打及格吧，啊，就是他毕竟他不是看动作的，主要是看文戏的啊。这个还好，但是你像那个正义联盟我就没法看，对吧？那个你像你看那个 DC 漫画就得看那种守望者啊，那真的是啊，就是但你想看热闹就别看啊，看热闹别看啊。就很多人说曼哈顿博士和超人谁厉害？我想说啊，要真正厮打起来，我感觉曼哈顿博士可能稍微弱那么一点点啊，肯定是要比这个超人的这个要弱一点啊。信条我还没看，好，我感觉都闪爆眼了，这眼睛都闪的有点爆。这么多人物，咱们只选这个夜行者还有金刚狼，一个要打输出啊，对，刚才还有一个那个野兽啊也选了，也是要打这个硬刚型输出的啊。好了。连灭霸都绿的人，不能这么说啊！那个死亡女神是这个宇宙的这个创世神之一。这个死亡女神吧，我感觉呢，她应该是她就拿灭霸当这个小老弟儿啊，就舔狗一无所有那种。而这个死侍是舔狗应有尽有，对吧？哎，是这么回事啊。这灭霸也是啊，灭霸就是把很多那个超级英雄都治了啊，就是跟死侍，哎，死侍就妈刺挠的，哎，对吧？怎么说？你家女神，我就跟你家女神搞，怎么说啊？这非常讨厌啊。好了，看看接下来怎么说啊？还有就是DC 嘛，在 DC 再就是蜘蛛侠3部曲，那就不是蜘蛛侠啊，这个蝙蝠侠3部曲那就不用说了，那是真的厉害啊。最近你没发现吗？就特别喜欢弄那个反派角色为主角的电影，像什么小丑啊，什么自杀小队啦，这种以反派为这个剧情的啊，或者说是这个叫反英雄题材的啊，反英雄题材。比如说还有那个什么，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啊，一个动画片儿。就是动画片呢，这个另外一个宇宙里面，像这个正义联盟这些人呢，就叫邪恶联盟，什么超人呐、蝙蝠侠都是坏人。在这个宇宙当中呢，像什么 Loser 啊，还有什么小丑啊，这都是好人。那反过来了啊，这没法说。黑袍纠察队那个也是反英雄题材啊，
超级英雄就没有私心吗？超级英雄只不过是力量比较大、能力比较强的人，他也有人性啊，他也有这个阴暗面，对不对？好，看看连续的往前冲。这里面呢，我感觉啊，它有一个非常难的点啊，就是这个游戏呢还是有一定的迷宫效果的。打速通呢，尽管呢咱们看起来很爽，其实呢，如果你要亲自玩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游戏还是有一定难度。这个游戏评分的话，外媒给打的还是及格分数，不是特别好。剧情呢是挺好的，游戏动作的设计也挺好，内容也很丰富。缺点是画风太过于写实，这种写实包括配乐也不行，就是它这种写实风格啊，就是反而就是把这个游戏变得一点乐趣都没有了啊，有点太紧张不放松，所以说很多人都没有玩过啊。又是换成金刚狼了啊，金刚狼，金刚小狼。好，哎呦我去，这个金蝎王，前面露一个龟头啊！我玩过的游戏最好玩的5个是啥？你说这是啥游戏呀？你这分类型啊？网游的话，我说句实话，网游的话呢，劲乐团是我绝对是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无论什么它都有一席之地的啊。网游，热血传奇。啊，甭管是官方还是所谓的私服，都是有一席之地的。就我承认它不好玩，但是它太经典，以至于我不玩都不行。哎，刻入脑子了。就好比有的食物，你们现在吃，你们不是喜欢吃这个食物，你们不是喜欢，你们只是吃习惯了，真的是不吃难受了。啊，知道什么意思吧？啊，就好比像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就是喜欢喝白酒，能喝白酒不喝啤酒。啊，这个音效什么鬼啊？这是啊，这个是 MD 游戏啊，金老板。哎呦我去，这是一顿跑。哎，你说这个金刚狼啊，我就想说，好复制人，看不见？有这种 DNA 的这种珠子的感觉，复制人。你说金刚狼如果包皮过长了，他去割包皮怎么办啊？对吧？他去割包皮。然后呢，这个医生割了，第2天一开门，医生说你又来了啊，你又来了啊，这个阑尾发炎了什么的啊，很苦恼，这个人非常的苦恼啊，没办法。好，那是红魔鬼吗？啊，是啊，不是红魔鬼，那个夜行鬼啊，夜行者，蓝魔鬼。我看那个金刚狼的独立电影啊，一共是有3部是吧？啊，一共有4部，理论上来讲是有4部的，是不是？好，这是牌王，刚才那个拿棍子那个应该是牌王啊，可以操控那个物质能量的那个人。牌王一直都说要出那个个人的那个电影，但是一直有没出。我记得应该是金刚狼里面有讲他啊，就是他是唯一一个从那个基地里逃出来的一个，这个当然不包括金刚狼之外的唯一一个啊逃出来的一个人。然后呢，人气也挺高啊，也是一个你说亦正亦邪吧，谈不上，但是他肯定是正的啊，但是他有点邪。这个人呢，挺逗，但是呢，怎么说呢啊，这个说要拍独立电影，到现在呢都没拍，好像是已经割了啊，已经拉倒了，就是项目就是已经放弃了，我记得应该是放弃了啊。牌皇是挺有意思的啊，就这个人物呢也是可以做出的，就是如果说一旦有好的编剧啊，专门写一个牌皇的个人独立电影，其实也还好，真的。其实啊，就是很多人都觉得漫画人气高的人拍出来一定会好看，但是你要知道啊，就是这些人气高、作品评分比较高的这些作者，你整好了之后吧，就会特别的难受啊，就是大概这个情况。好，我们看看最后啊，这就通关了啊，咱也不知道为啥。这个方阵呢，就是一个，你说是我也不知道是外星的还是啥啊，这样的话就通关了。整个这个游戏呢，由于啊咱们第一没玩过，括弧我也没玩过，但是我还是了解了一下，再加上呢咱们的这个架空的一个游戏宇宙，所以说咱们之间呢也就不用管了。有很多皮肤啊、BOSS 啊，大家伙认识了也就那么回事儿。最终呢，把这个克隆战争战胜了之后呢，咱们最后这个英文啊，由于我小狼英文水平都还给英语老师了，所以说呢我也不太会。这就是一个解说的悲哀的地方，要不然学会一门外语也不错，比如说学会英语啊，熟练的掌握英语的这个读写能力啊，还有日文的读写能力，对吧？也行，
但是我狼现在还灭。如果说上帝给我一个机会的话啊，我会在小的时候多学一点。很多人说现在你学也不晚，也是啊，可以啊，什么时候学都不晚，可以，我研究研究啊。好，那么在这里呢，感谢大伙收听。如果大家喜欢小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下期再见。